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好血丝一族》，咱们使用老虎。最近的街机游戏玩的比较多，因为毕竟快过年了嘛。小的时候就这个期间呢，能够经常玩到街机游戏。老虎的话，我采用一个怀旧的打法吧。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强调套路的。用老虎打马的话，就是前拳。之所以使用套路呢，一般套路都是和别人学的，很少一部分套路是自己开发的。就是保证每个硬币的利用率，保证每个币都能够通关。哇，有一掌他挡住了。我翻看了一下我之前录制的视频，我发现用老虎，我之前录制过，大概5年前。一直在录制怀旧游戏，现在看起来再过几年我录制的视频已经快成怀旧本身了。打牛的话呢，我喜欢蹲着或者呢小跳。这击摆拳看起来非常的疼。牛有一个上路的飞行道具，所以说打它的话在下路偷它就可以了。哎，和我相杀了一下，不然呢 perfect。这2局都很可惜，都被摸了一下。这个游戏还有后面的续作很多，但是续作我玩的就很少，还是初代玩的比较多。蛇和马我也录制过，其他的角色还没有尝试。现在呢，通关了3个角色。像牛这种，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前倾角特别的狠。你万一往前冲的期间被他的脚踢到了，几乎能踢半格血。这回呢没掉血，还成。咱们应该是要打8个角色。虽然这个游戏有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称呼叫12生肖，但实际上呢没有12个人，而且竟然有鸟。兔的话更强调套路了。百裂掌推走，然后勾引他跳，上去前腿接住。他不跳，不往前跳，好，往前跳呢就站住了。这个套路同样的适合于打最终 BOSS， 但是最终 BOSS 呢，你要吸引他先扔一次萝卜。第2局咱们让他亲一次，但是他亲一次很讨厌，就他变年轻了之后呢，反而不亲了。年轻之后的抓人是投掷。亲到了这，变身，同样勾引他跳吧。他的这个年轻状态和鸟差不多，基本的招式，拳脚之类的和鸟差不多。到时间了，这就好快呀！晕了。带走，打完3个就是奖命环节了，打分的环节。这个游戏的奖励关卡比较简单，首先呢是打这个黑子裁判，然后是打罐子。感觉它这个难度没有街霸的打木桶难。街霸打木桶那个经常有的时候木桶需要打2下，那个比较讨厌，有看脸的要素。
打鼠的套路是站立重拳，反正我喜欢这么打，不知道别的小伙伴怎么打。站立重拳，还有一个套路比较冒险，就是远距离的骷髅之后来一记定身符。那个定身符呢，正好鼠会往前冲过来3拳，正好定到他身上，但是比较冒险，不让他落地了。好，试一下，好，正好定到。但这个万一你节奏差一点呢，非常容易就挨打。第2局后面2个裁判还挺客气。好，堵到角落了，已经给他。这2局呢，我都悟出了2个百裂拳，这点不好。打他就是用拳打。这个距离很好，继续。又出了，这就是手欠啊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习惯。因为虎的一个基本连续技就是前拳之后接一个百裂，不错，最后连续给了他4重拳。蛇的话，我喜欢跳着打，跳着用重脚踢。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个套路其实非常的有效率。小的时候我看别人教过我一个套路，就是蹲下来清脚，然后蛇跳的话你就跳下来清脚。那个套路呢，用的时长比较长，效率不高，但是也能打赢。但跳跃重脚压制的话，打它还是比较好用的。这个套路可能不是很常见，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小伙伴呢也自己用。这已经踢晕了。上下脚，这想起了《街头霸王2》的年代。竟然打了一个 perfect。玩的这个是日版。猪的话有一个比较冒险的套路，就是等它冲到你近身的时候，你再放那个骷髅头，可以打它好几下。看这2下，他已经没血了，这就粘一符算了。这个符的话呢比较特殊，防御是不掉血，击中的话会掉1丝。猪有的时候还是挺难打的，有的小伙伴习惯用前掌推它，但有的时候呢，你推它的时候，它突然绊了你一脚，半根血就没了，或者呢，突然给你一记升龙，也非常的疼，简直就是扮猪吃老虎啊！他就是怕这个骷髅。这一下我是有点冒险。因为有的时候呢，他会把你踢到，然后呢，给你一记升龙，基本上半根血也没了。这个游戏的伤害不是很稳定。奖励关这回是打罐子，老虎打罐子呢最好用轻拳，但是要注意回身的时候不要按得太快，非常容易出百裂掌。咱们争取吧，都把它打到。像这种奖励关卡，一般老板还是让你打，它不像《三国志》的吃包子，那个太费摇杆了。还差一个，我们跳起来踢了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处理最后一个罐子的时候都这么打。咱们这次玩分不低啊。鸟的话，我只有一个套路，就是勾引它跳起来，然后呢偷它下盘。但是打鸟的时候呢，你如果离得太近，
放这个骷髅，非常容易他就过来跟你劈腿。不对，好像也对，反正大家理解吧。对，如果太近了的话，他一个劈腿就给你打了。反正跳的话，你就用脚在下边接他，准没错。这都没晕啊！虎的这个前脚的话，打点还是比较高，防空能力还可以。但是鸟有的时候它就疯掉了，突然你感觉，尤其是和你近身状态的情况下，根本打不过它。它一旦疯了，我就感觉那局我肯定就交代了。所以说一定要和它保持距离。啊，这回它晕了。哎，最后一掌没有吃。好，这下接到了。感觉咱们用鸟的话，劈腿是劈不了这么好，因为那脚应该是一个蓄力攻击。虎，哎，他还是穿的白衣服，还白虎。这个白虎和我想的不大一样。打他呢，要么你就跳着和他打，要么呢你就前天拳去推。但前天拳我感觉推他，容错率还是太低了。咱们就和他肉搏吧。和他肉搏呢，基本上就考验你的基本功和反应了。这，我的轻拳没接上白猎拳。开场这一下肯定是能推到的，但是后面第二下呢，一般他一个小跳会给你躲过去。哎，这下他竟然吃了。这都相杀了，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用这招啊？这招我也会用，但我不常用啊。就下推到斜上按脚，对空能力还可以，但他有一个多余的下压的动作。好，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套路就是等他扔萝卜，然后用骷髅收他的萝卜，再扔符把他定住，然后就随便打。好，定住，这样3次。第2次，好顺利啊！但这个货呢，你也不能让他疯了。他一疯了，基本上这局也就扔了。空血了，定个符也没了。难得啊，没掉血。小时候打他一般都比较狼狈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他就不和你远程打，近身的话，你放骷髅他就缠你。这次他先扔了个牙，一次，第2次他竟然来了一个速降，你这次他防了几下，估计第3波呢剩不下血。OK， 通关。小时候用这个角色不知道通了多少遍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用蛇，也不会用马，只会用这一个角色。反正玩这个游戏呢，就是用老虎，打每个角色的套路都是一样的，然后通关。老虎通关了之后呢，就猛吃，1个月之后，这胖虎竟是我自己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好血丝一族》就给大家回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坑再见。